今天开山劈石打造山崖庇护所，我想利用房屋后院这面接近90度的山崖石壁，打造一个既能遮风避雨，又能烤火煮茶，最主要能够抵御各种危机的庇护所。打造过程过于暴力，避免山崖中的植物受牵连，先给他们找个临时安置点过渡，离山体比较近的多肉植物也全部搬走。有了前院打造翻车的经验，这次吸取教训，从上往下开始打造。第一个难题就是开疆扩土，这些土地已经撂荒多年，完全被杂树杂草覆盖。小时候这里种的都是橘子树，没想到清理完就只收获了一堆的柴火。秋去冬来，正好是烤火的季节，晚上刚好可以助兴。清理山崖之前就要先做好安全措施。这面石壁危险系数5颗星，对比前院落差更高也更陡峭。随着杂草的不断清理，山崖的原始风貌也渐渐清晰。石壁上之前种植了一些多肉植物，这次加固不得不拔起来。以前刚种还担心在石壁上不易成活，看来是我多虑了。没想到站在下面看起来没有什么存在感，清理下来居然是这么一大堆。不得不承认，石壁还是比较适合耐旱的植物。虽说山崖大多数都是石层结构，但是崖顶还是覆盖了一层泥土，并且石层与石层之间的结构也有所不同，有些结构容易风化，甚至已经有松动的迹象，牵一发而动全身。为了之后能安心打造，山崖先要排除所有的安全隐患。根据前院的打造经验，我们把原本陡峭的崖顶修理成了梯形，这样不仅能够有利于之后的加固施工，也相对更安全。就是没想到清理下来的泥土已经堆积如山了。为了确保以后能够安全通行，山崖的外侧边缘给它种上了仙人掌。这种植物不仅耐旱易活，也能作为绿植护栏，隔离开崖壁的危险区域。我表弟最近考了驾照，想买辆车，你给他建议呗。你让他在瓜子二手车上看一下，我们家那台比亚迪汉比新车便宜10多万了，现在新车掉价快，上瓜子买特划算。现在瓜子有砸价节，上万台二手新能源5折起就能买。这么便宜靠谱吗？当然，瓜子每台车都要经过官方专业检测，可以试开3天，要收旧车还能放瓜子上拍卖。买卖二手车，你让他去瓜子就对了。仙人掌之所以种得这么密实，最主要还是想隔离开爬行动物。自改造以来，家里已经不是1次2次发现它的踪迹，可能这就是生活在湖边的缺点之一吧。冬季的湖边风大也很潮湿，所以我想在后院有个能烤火取暖的地方。如果直接把火炉放在山洞，可能会有隐患，但是放在外面烧火会产生大量的热量，又觉得有点浪费。如果能利用这些热量降低山洞内的湿度，同时提升温度，就成了难题。今天在打造之前，先把从山崖清理下来的多肉植物安置好。这条节水沟以前用石头砌的薄坎就很适合，石头与石头之间有很多的缝隙，多肉正好利用这些石缝求生。这类型的植物对土壤要求并不高，即便就这样随意的插入在石缝之中也没有任何问题，并且这里的地质条件还要优于之前山崖石壁，至少不会出现缺水少土的情况。这面薄坎还是爷爷那一辈砌筑而成的，到现在已经承载了3代人的记忆。前人栽树，后人乘凉，有些事情总要有人去做。等这些植物生长发育起来，我相信肯定会是不一样的景象。显然黄土朝天的山崖肯定是经历不起雨水的考验，为了一劳永逸，还是决定用混凝土进行加固。看似容易做事难，搅拌混凝土只能在门口相对平整的地方才能操作。虽然距离山崖只有几十米的距离，但海拔落差整整相差了10米左右，爬坡上坎的地形无疑为打造增加了阻力。还好之前给院墙喷针石漆留下了几个铁桶，混凝土就这样装在桶里，再放进运输车，一车正好能装6桶，铁桶又不能装太满，提不动不说，上坡还容易漏出来。即便如此，也只能开到山崖小溪边，接下来这段只能靠麒麟臂了。克服了难点，崖顶这段还是相对平整的。为了保存实力，还是铤而走险改用翻斗车运输，但是路况有限，即便2个人一前一后相互扶持，心里还是有点胆怯。山高自有可行路，水深自有渡船人。要致富先修路，旁边这块地就是以后养鸡鸭兔的地方，家人天天都会通行。这次排水沟硬化也一起加固了，水沟地基大多数都是山崖的石壁，混凝土就用的比较薄，最主要是旁边的沟堤是用泥土和一些石块混合堆积形成的，遇到持续下雨天，水沟里的水就有渗透到山崖的风险。就这样，我在前面施工，老爸和吴老师保障材料供给，我们默契配合，不知不觉又从早上干到了傍晚才完成这段改造。经过这次打造，让原本通行都困难的小路变得更宽敞平坦，同时也保障了山崖排水的安全。接下来就要等这条便道凝固之后，才能进行下一步的打造。山崖如何加固，庇护所该怎样打造，又是接下来要面临的挑战。